耳其要变成委内瑞拉 2.0 了吗？最近它的政治追杀事件引发了轩然大波，怎么回事呢？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治愈。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土耳其。土耳其这个国家很奇妙，它应该可以发展得更好，但是呢，你现在就看到它快要变成委内瑞拉 2.0， 也就是快要破产、民生凋敝的国家。那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最近土耳其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们的股市跌到熔断民不聊生怎么回事呢？3月19号，哇，这也是土耳其当中D-Day 吧，很重要的一个日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主要在野党即将要提名当总统候选人的这位伊斯坦堡的市长突然间就被上铐抓起来，关进监狱了，然后大家就觉得发生了什么事啊？这可是他们冉冉上升的政治新秀虽然他年纪有点大，54岁，但是呢，如果要选总统的话，这不是正当年吗？好，那为什么突然间被抓起来呢？你给个理由，给个理由。好，他们说他贪污、舞弊、贿赂。还说他跟恐怖组织站在一起，好，于是呢他就被给抓起来了。好，但是这个时机点非常特别，3月19号、3月23号，也就是呢在他被抓大概3天之后，他就要被正式的提名当他们主要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要挑战现任的总统埃尔段。埃尔段已经执政了20年，这一回呢我们看到这位伊玛莫，就是被抓起来的伊斯坦堡的市长，他就是那个最有机会挑战成功的那个，现在全土耳其人希望所寄的那位政治新秀。好了，他被抓起来了，于是乎我都不说了，你们自己想。于是就有很多的一些政治阴谋论就不断，甚至呢伊斯坦堡一大堆人上街头抗议去了。你们怎么可以抓我们的市长我们爱我们的市长我们的市长多棒以后他要挑起土耳其的国政大梁，你们把他给抓起来了。然后呢，因为大家都在上街头抗议，所以呢土耳其的政府立刻做了一个手段，就是土耳其呢他们在他们有一个法律，在2020年通过一个法律叫社群媒体法，就是他们觉得每当有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这个社群媒体呢，它会作乱民心，它会让社会动荡，所以呢，它可以降网速，也就是大家上网宕机转什么都转不出来。好，这一次呢，就在伊斯坦堡的市长被抓起来的时候呢，所有的网络降网速，这样子包括这个 YouTube， 包括了 Instagram， 包括了 X。包括了 TikTok， 全部呢你都通通转不出来，所以大家就说了你这个分明就是政府在中间从中作梗的黑手嘛，你就是计划性的降了网速，让大家网络无法串联，然后把伊斯坦堡你这个政敌给抓起来，完全就是一个政治事件。好了，那于是乎发生了什么事呢？就发生了股市也是天灾人祸了，你就看到他们的股市跌到熔断，你看到土耳其的一个这个里拉突然间又是一路狂泻，对美元呢来到历史新低了，可以说呢大家所有的信心丧失，大家觉得你这个国家也太可怕了吧，可以就突然间把一个市长就给抓起来了，所以你就看到了他们的股市金融市场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好，那但是呢现在这样一个市场大幅的波动，其实对土耳其来讲有点在走回头路，因为大家记得土耳其之前发生了很荒谬，我们也曾经录过视频告诉大家，土耳其这个埃尔段他们的总统奇葩经济学，土耳其之前通膨高的不得了，这高到80%的通膨率，甚至有人说那80还是美化过的数字他们通膨率应该是破100这个很恐怖的一个通膨。于是乎呢，正常的经济学会告诉你，通膨的时候要做什么？要升息，升息了之后呢，可以让通膨慢慢降下去。你看美国不就这样吗？正常的学过经济学人会这样，但埃尔段说不，通膨就是要降息才对，所以他就拼命降，然后他们的通膨就一直上，然后搞到整个这个国家的一个财政快要爆炸了那当然呢，后来他是有这个发现状况不对，苗头不对，因为呢，只要是状况不对，他就换一个央行行长，再换一个央行行长，换了4个，最后呢，他发现不太对劲真的要毁了，这国家可能会毁在我手里，所以呢，他就再换了一个这个女性的行长来这个行长就开始升息啦。
就是这个不知道他怎么说服埃尔段的，不晓得。但是反正 anyway， 就在2023年。终于啊，改变了之前那个不断降息救通膨很荒谬的一个方法啊，他们就开始升息了。好了，升息了之后呢，最近土耳其的经济有慢慢回稳啊。给大家数字啊，他们从2023年大约是5月左右开始慢慢的往上升息，然后这个整个经济有稍微稳定下来。2024年呢，土耳其的经济啊来到了历史新高，他们的一个这个进出口贸易量2600多亿美元。然后呢，2025年他们的年成长率估可以到4%左右，你就会觉得好像经济慢慢的回稳，对不对啊？那一切在慢慢的向好，通膨率呢也从当初的80-90慢慢降到大约40%左右啊。然后他们之前呢升息，你知道为了要救经济升到40-50%，哇，现在也慢慢好像可以降息了哦。这个通膨降下来，他们的这个利率也开始慢慢降，就觉得再给他一段时间。土耳其的经济应该会慢慢的恢复好起来，会恢复健康哈。现在这个之前在强心针拯救它，现在好稍微可以恢复。好，结果呢，你看又遇到这次319抓伊斯坦堡市长事件，又开始了，这个里拉又嘣的贬值，然后又看到了股市又一泻千里，跌到熔断，你就看到了哇，那我之前救了老半天，现在不是又躺平回去了吗？那于是呢，这个央行接下来啊，在这一片混乱当中，它还可以慢慢的再继续降息，好像看起来不行。那目前可能它就维持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土耳其不仅仅是这一次的政治事件引发它的经济动荡，还要带您来看看。现在它的一个外交关系，可能也是这个土耳其啊要恢复元气当中啊很重要的一些关键因素了。首先，我们来看土耳其。土耳其在北约国家当中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哦，因为它跟俄罗斯关系挺好的，然后呢，它又是北约国家，所以它就一直在北约国家当中，感觉就像是那个不太受教的那个孩子。有一点坏小孩的感觉。好，那于是呢，就是那个不听话的那个孩子哦。好，那最近呢，他直接要杠上美国了哦。这个土耳其呢，他们现在正在修一部法律，这部法律其实某种程度上是copy欧盟的法律哦，就是数位的管控。好，那这个数位管控呢，在欧盟的法律叫数位市场法案。这就像这个川普跳起来啊，因为他要管你这个 Google， 管你这个 Meta， 然后呢管你苹果。好，然后呢，要跟你收税了哦。那现在土耳其也要有一部他们自己的数位的法案。那这个法案就是说，他觉得苹果啊，觉得 Google 啊 ，Meta 啊，你好像都是独厚你自己的一些软体，独厚你自己的一些网络，这样不行的。所以呢，他说你要开放。那你如果被他抓到你还这个样子，比如说你的苹果 iOS 系统，你就是这么独霸垄断的话，那我要收你的这个所有的获利10%当做罚款哦。所以呢，这个川普很气你们这个法律，欧盟他就已经说你欧盟这部法律叫做海外勒索，然后呢，现在土耳其也要有这部法律，所以呢，你就可以想见，接下来他跟美国之间会有很大的一些冲突。那现在呢，美国只要有冲突，我就课你关税，所以呢，现在土耳其的经济已经摇摇欲坠了，然后你还被课关税，哇，那真的是不行哦。另外呢，你说他跟美国弄不好，那你法案跟欧盟一样，你跟欧盟好朋友吧？没有，欧盟呢，我们看到刚提到了，在这个欧洲国家当中，它就是那个很特别的存在。所以呢，欧盟最近啊，因为这个发现美国靠不住之后啊，他们说我们要重新欧洲自己保护自己啊，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这个欧洲的重新整备国防的一个这个法案。那这个法案当中呢，就列了1500亿欧元的资金。这笔资金呢，它要做什么？它就是要重新来买这些这个军备，买军火，重新武装欧洲。好，那于是乎呢，这个法案当中呢，你就去看，哎呀，这个要这个重新整备，对吧？赫然发现，他排除了3个国家，哪3个国家呢？英国、美国跟土耳其。他说，这笔1500亿欧元的资金啊，你可以买欧洲当地的一些这个军火，但是你不准买英国、美国跟土耳其，除非呢这3个国家又另外跟欧盟签订国防协议。那你说美国OK， 这个欧盟觉得美国靠不住，然后呢，这个欧盟以前买很多的一些这个美国的军火，因为美国军火商卖东西的时候，他都会这样告诉你，你买我的军火，比如说我洛克希德马丁，你买我的军火，我附赠你美国的保护，你就觉得
好像很值得哦，东西很贵没有关系，但是它附赠的这个美国的保护感觉很棒，对不对？就买，所以呢，以前欧盟买武器的时候，大概2/3全部都采购是美国的军火商。那但是呢，现在发现了，你根本糊弄我，你买美国的军火，你也不保护我，你看你们总统什么嘴脸？所以呢，欧盟说不，以后呢，我们就是买我们自己欧洲自己出产的军火产业，我还扶植我自己产业多好，我干嘛要去买你贵的要命的东西？没多好用，我就看上你背后保护我，你根本就没有保护我，所以呢，他重新买自己的东西。但是他怎么把英国也剔除啦？英国呢，就觉得莫名其妙，关我什么事？我也是欧洲，但是你不是脱欧了吗你？所以呢，现在这个欧盟就说了，那除非你再来谈啊，那伦敦赶快蹦，我要谈。但是现在一谈，哇不得了，把当初脱欧的那所有的一些什么渔业的协议呀、这个非法移民啊，全部通通拿出来谈了。所以呢，现在这个感觉旷日费时，不知道谈到何时去。但土耳其也被排除了。其实土耳其也是军工大国哟。这个土耳其呢，它在俄乌战争过程当中还卖了非常多的无人机哦，所以呢，他军工大国之前他也想靠卖军火多赚点外汇啊，结果现在还被排除了。所以呢，这个现在土耳其要赶快蹦跑去跟这个欧盟说，那你可不可以买我的军火？但是你要用什么跟人家谈呢？现在啊，那所谓的什么不跟人家谈？就很重要，是什么呢？就是土耳其它的一个形象，跟现在它的土耳其的政权越来越集权，这都是欧盟不能够接受的。比如说，其实在欧盟的人权法院呢，他早就判了一条法规说，你土耳其要把你抓的那些库德族的人通通释放，不能无缘无故因为他库德族你就把他抓起来了，不行的。但土耳其充耳不闻，假装没听到。然后呢，土耳其啊，他们的一个政府非常的不透明，他的政府采购呢，因为他集权国家嘛，你很难期望它跟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一样有类似的一些制度嘛，所以一切不透明，然后人权问题又一直被质疑，所以呢，这也让很多的欧洲国家对土耳其就是基本的不信任。所以呢，你说现在的土耳其啊，可以说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但是呢，在埃尔段的心中，可能他的政权要大权在握最重要，所以他不顾一切的对伊斯坦堡市长出手了。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后续所发生的金融市场的动荡，接下来他跟美国的开战，接下来他跟欧盟之间到底怎么样达成那个军火的协议，都是让他的经济现在没有办法立刻好转很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土耳其它的经济呢，现在看起来就是千头万绪啊！现在好不容易救起来的通膨，好不容易让它稳定的一个货币里拉的一个这个汇率，现在看起来又重新的掉回那个坑里了哦。那于是呢，这个土耳其到底接下来他要怎么样好好的重新让这个国家能够重回正轨，就非常重要了。土耳其其实啊，就跟委内瑞拉一样，委内瑞拉大家觉得它破产不可思议嘛，因为它就是一个有石油的国家，蕴藏量那么高，甚至人家讲世界第一，然后你可以搞到破产，你怎么搞的？土耳其也是啊，土耳其很棒的一个国家，它有非常丰富的矿产，它的农业非常的一个这个丰盛，然后呢，它的观光业也是很发达，它的建筑业也是不得了。你知道这个土耳其还是这个世界上啊这个建筑承包商前3名的国家，它的造船也很厉害，甚至现在呢，它的造车产业也很棒。你就说哇，听起来很棒啊，这样一个国家怎么会搞到今天这个地步啊？埃尔段的执政是很大的因素。那在他执政底下，他到底要怎么样，在他同时可以搞定政敌，然后又怎么样可以在这个美俄之间斡旋？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目前看起来状况不容乐观哦。好，所以这是土耳其近来的状况，帮大家整理在这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喽，我们下回见，拜拜。